每一种菌它有自己的最适合的生长的温度跟时间，所以在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那是不是益生菌吃越多种不同的益生菌越好啊？但整体来讲，多菌相的摄取，我觉得，因为抗生素是杀死微生物，对，生病了我吃抗生素，对，这个病程结束之后，我就会开始。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知识。我是 Yolanda 尤姐。那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陈彦博博士，欢迎陈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彦博。陈博士，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这个克菲尔呢，它是一个神仙给的礼物啊。前几天也看到一份报道，就是哈佛大学啊，它的医学院就出了一个资料，就说，益生菌呢可以透过一种什么脑肠轴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影响到我们脑部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神奇的哦。那请这个博士呢，稍微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讯息。那人类大概从15年前开始，在肠道微生物菌上有很大的进展，那也是有关于那些分析技术跟微生物技术的进展，所以在这部分进展很快。那后续大家就发现说，为什么影响到肠道微生物菌相的一些因素，它同时跟脑部的一些功能是有连结的？那后来透过一些像无菌小鼠或者是肠道菌相移植的一些实验，发现的确肠道的环境的改变跟脑部功能是有连结，所以后来科学家就给了一个 brain gut axis 的脑肠轴线的这样子一个词。那目前在益生菌的部分来说的话，一个是在肠道本身的影响，因为像有些益生菌它本身抗氧化或抗发炎，那它减缓了身体本身整体的氧化跟发炎，那基本上就会对脑部的伤害会降低一些。那再来是有些益生菌，它肠道保健功能可能会让肠道的上皮黏膜屏障比较完整、比较强壮，所以一些可能危害因素造成的一些破损，让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进到血液循环也会减少，像是一些细菌的一些成分，或者是像一些食物的一些食材进到血液循环，有些就会引起其他地方的发炎。那最近这几年大概在看的是说肠脑的这个连结，那有些益生菌它会分泌一些小分子代谢物质，像是短链脂肪酸，或者是像是 GABA 这一类的，那它就有机会从肠道进入到血液循环，到其他的部位去发挥保健功能的效果，那也包含是脑部。所以在脑部的调节部分的话，目前看到像是忧郁的改变、睡眠障碍，甚至有一些实验它做到肠道微生物菌相跟焦虑或者是自闭症、厌食症、暴食症都有一些连结。肠道微生物菌相、益生菌跟脑部这一块，科学家还在探讨中，这样子。像我自己平常去逛一些健康食品店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建议我自己买那个菌粉啊，自己回家去养这个克菲尔的益生菌啊。那不知道博士自己本身有没有养菌的这个经验？我们自己都在实验室养，在家的话我比较少去做这样的操作，因为我本身比较懒一点，我在实验室操作比较方便。那自己养的话，其实要去留意到环境的调控。因为每一种菌它有自己的最适合的生长的温度跟时间，所以在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建议的温度或者是时间。建议会像用电锅保温的方式，或是买优格机那种可以控温的方式去把温度做控管，这样它的克菲尔才有机会去发酵成它要的样子。那过程中也要去预防一些环境杂菌的污染。那万一在培养过程中混到一些霉菌的话，然后温度没有控制好，让你的克菲尔菌种不是一个优势菌种的话，可能就会有其他杂菌长得比较多，那就会有一些味道就跑掉，或者是安全性的一些疑虑。那是不是益生菌吃越多种不同的益生菌越好啊？看个人的诉求，但是我们如果把益生菌拉到肠道微生物的菌相组成来看的话，你的肠道微生物菌相越丰富，这样是往好的方向前进。但是讲到益生菌的话，就会稍微复杂一些，是在于说这些益生菌它在肠道的状况是如何。益生菌本身它自己就有一些功能，再是不同益生菌之间会不会有些交互作用。但整体来讲，多菌相的摄取，我觉得对健康还是会有帮助。那益生菌它最害怕什么？
比如我带小孩去看感冒啊什么的， OK 医生会开抗生素啊，开完之后是医生会说，是哦，你这个抗生素吃完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补充一些好菌。因为抗生素是杀死微生物，对，所以包含你身体的一些微生物菌相就会发生改变。比较明显，就肠道微生物菌相会改变，所以在疾病上会有一个抗生素引起的腹泻。那目前知道益生菌的补充服用的话，会改善这样的抗生素的这个腹泻的发生。好菌的补充的话，会让菌相的改变没有那么急剧。抗生素本身就是杀细菌的，所以益生菌它也有机会会被杀死。如果说有在服用这个抗生素的，要记得这个疗程结束以后要赶快补充。比如说生病了，我吃抗生素，这个病程结束之后，我就会开始补充一些益生菌的产品，因为我的菌相被改变了，对，那也是重建的一个好时机。那像这个益生菌呢，又跟我们人的体质有关系嘛，哈。那如果是在欧美那边的菌种，它跟我们亚洲人的使用的菌种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其实我们蛮多菌株是从欧美的菌种上过来的，但是的确在亚洲、在欧美，生活形态、生活习惯、饮食差距是有的，所以我们的菌相组成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这个益生菌它是透过改善肠道菌相去达到一些效果的话，有可能在肠道菌相的交互作用上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像那种有效成分，如果可以鉴定得出来的话，那的确它在跨物种或者是跨族群上面来讲，使用上应该都不会有它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可以直接跟人体去做作用，而不是透过肠道微生物菌相的改变。之前有听朋友说，哦，这个菌啊。是台湾本土发现的，所以它应该是最适合台湾人的，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缘性的一个说法？我还是强调会需要去做科学的实证才能知道。但就我的观察来看的话，的确它会跟地缘性有关系，甚至在一些文化上，这个益生菌所来源的发酵食品，它可能跟随我们这个族群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的确它里面的菌相可能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族群的使用。这几年，包含在台大或在我们自己实验室内筛选出一些其他特殊的菌种，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支应该是所谓的 Kaffir Fusarium Lactobacillus calciferous M1 这一株，是我在回去念博班的时候，我就 focus 在肠道保健的部分，所以我用了一个化学性溃疡炎的小鼠模式，再加上出血性大肠杆菌的感染模式，来做 M1 的抗菌跟肠道保健的功能，它效果也都是蛮好的。所以这株菌应该是台湾目前本土筛选出来，然后经过很多科学验证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菌株。简单讲，就是一个叫做 M1 的这个益生菌，肠道保健啊、抗氧化还有过敏的这些功能都非常的齐全哦。是。今天非常感谢陈博士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而且很丰富的益生菌的尝试，相信大家呢现在对益生菌呢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了。非常的谢谢陈博士。喜欢我们的朋友呢，请记得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健康知识的，也请关注我们太阳星的官方 FB， 也请你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超健康频道。下次见，拜拜。